玩游戏做游戏聊科技，今天让我们来做游戏。Hello， 你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钟意，时钟的钟，飘逸的逸。这阵子呢，我家9个月大的小朋友开始会乱抓东西来玩了，特别是呢，喜欢抓我手上的手机来玩。他会拿在手上，东看看西看看，东摸摸西摸摸，表现出一副好奇心十足的样子。我就在想呢，我先前是不是就写了一款专门给小孩子玩的游戏吗？那款游戏就是《Killer Story Piano》，所以呢，我就开启了这个网页，我其实还放在 C3 Archive 上面，然后给我们家小朋友玩玩看，看他会不会觉得好玩。然后玩不到10秒，这个情境就失败了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好，因为不到10秒钟之后，我的手机就已经在他嘴巴里面了。好吧，我尝试过稍微克制他不要往嘴巴里面塞，那就会发生另外一个情形，它就是乱按一通，所以就会不小心按到浏览器的其他功能键，结果呢就会跳出这个页面，然后游戏就停止了。那我又仔细观察了一下，9个月的小孩子呢，在钢琴键的操作上，跟3、4岁的小朋友绝对不是一样的。怎么说呢？我们会预期钢琴键是一颗一颗去敲击的，就是按下放开之类的，但实际上并不是如此。以这个年纪的小朋友呢，在实际操作或是游玩上，他就是按着不放，然后滑来滑去。那这样就会变成整个游戏只会发出一个音效，然后就不会再发出音效了。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要进行调整。那还有一件事情呢，就是原本这款游戏它的音色我做得很糟糕，因为当我当初在做这款游戏的时候，其实就是到 Wiki 上面找到一段 C 大调的钢琴音，然后透过 Audacity 来个别的裁剪下来哆来咪发嗦拉西哆的声音，然后汇入到 C3 作为钢琴的音效。那这个部分也要调整一下。好，那有了以上3个目标呢，就让我想要改造一下这款游戏，那它变成9个月大小的小朋友呢，也可以进行游玩的游戏。首先我要解决第一点，小孩子会乱按，并且会点到浏览器的功能键，导致游戏中断。关于这个问题的最好解决方案就是 APP 化，将游戏包装到 APP 中，这样就不会因为乱按就导致游戏中断。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好处，就是前面我在开发这一款网页版游戏的时候呢，其实它会有一些 preload， 就是预读的状况，导致音效可能要按一按之后，过一阵时间才能够听到音效。现在如果 APP 化之后呢，音效就包含在 APP 中，所以就不会发生一开始按下钢琴键也没有发出音效的问题了，一举两得。关于 APP 化，前一阵子我已经透过 C3 开发出 Android 版本的一些经验，就是 Just Dice， 有兴趣的可以去看那一支影片。那并且我已经上架到 Google Play 过了，所以整个流程呢，我算是熟稔于心，这个不会有太大的问题。有一就有二嘛。接下来就是第二个问题，小孩子他操作的时候呢，其实是按着按钮一直不放的，然后是滑来滑去，他不是一颗按下一颗放开，不是这种操作情境。那这件事情呢，我就必须要将 untouched object 事件改用 expressing object。不过呢，仅只是靠 expressing object 是不好的，因为呢 C3 针对画面上的 pressing 效果，它针对物件的侦测有时候不是那么明确的。你不要问我为什么，这边就是我个人的经验，我就是觉得你如果针对物件只是 impressing 的话，它的效果就是不好。所以我这边建议啦，就是我个人也是这样做，就是改用成持续曲的画面上被按下的，透过这个 XY 轴去控制另外一个圆形来确认说它是不是 overlapping 这个钢琴键，然后才发出声音，这样会比较敏锐。那有了这样的改动还不够，因为小孩子按下的数量绝对不会是一个，而是很多个，因为他基本上就是扒着手机乱滑。所以呢，这边我还得设计多点触控。实际上我设计了5个控制区块，让小孩子可以同时进行5点触控。当然你要设计成10点触控也是 OK 的啦。那同时让多个钢琴键都可以发出声音。最后呢，第3点有关于音效不佳的部分，因为我先前是从 Wiki 上面下载下来的音乐， Wiki 上面的 C 大调音效，它在钢琴的尾音呢，其实它的切割，也就是我觉得淡出的效果其实很糟糕，那导致它的音讯非常的难听。说到底呢，我最终的目的还是想要取得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这几个音效，个别储存成我所需要的音效档案，来汇入 C3 之中。那这该如何处理呢？以前我就是请教 Google 大神，但是当初的 Google 大神没有给我很合适的答案。那现在呢，我们有另外一个工具了，就是 ChatGPT 大神，所以我就直接问他说，我想用 HTML 加 JavaScript如何发出哆来咪发嗦拉西哆的音效。最后呢，他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答案给我，而且我当天就解决了。那这个呢，就是最后的成果。它的音效是采用了 SoundFont Player 的函式库，然后当我取得这一整段的哆来咪发嗦拉西哆的音效之后呢，我一样也是透过
Audacity 来分割音效档案，并且在版面设计上，我也请 ChatGPT 透过 HTML 加 CSS 绘出了8个音效的钢琴键盘。最后呢，把这几个观念放进游戏专案中，就可以炖煮出一道适合小孩子玩而且不容易跳出游戏的 Kids Piano 音乐游戏咯。好，这个游戏我已经开发完了，并且已经正式上架到 Google Play 上面了。有兴趣的伙伴们可以透过 QR Code 到这个网址下载，或者是在说明栏内里面我有提供连结可以下载。那 all for free 全免费，不过就是开头有一个小小的广告就是了，但是我相信不会影响到各位的操作体验。再让我回到我曾经开发过的 Kids Toy Piano， 其实我还是很喜欢这款游戏的啦，不管是 UI 界面还是操作的感觉，都算是我当时非常满意的创作。但是如同我先前提到的，哆来咪的音效档效果不佳，那这个问题我前面已经透过 ChatGPT 大神来帮我解决了。不过其实还有一个问题，那就是其实有些音效是弹不出来的。说回这个小孩钢琴，它其实就是只能呈现一个大调，好比说 C 大调或 D 大调，它的哆来咪发嗦拉西哆，没有哆，就只有到 C。那换成数字谱呢，其实就是1 2 3 4 5 6 7低音的。我这样念好了，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。好了，但是实际上呢，你看到很多歌曲，它的数字谱其实会有下标的数字，就代表 B 大调；有时候你也会看到上标的数字，那就代表D 大调，所以其实是有可能落在 B、C、D 3个大调之中的。好比说我在前面那一个版本中，我有一首歌是2只老虎，最后的2句歌词真奇怪，真奇怪，它其实是1 5 1 1 5 1，但是那个5其实是 B 大调的5啊。我先前因为没有办法发出这个音效，所以我就改成了1 5 1 1 5 1。我知道很难听，不过大家就忍耐一下。那这该怎么办呢？基于我不要破坏掉版面，而且不增加按钮的原则，我做了以下2个设计。第一点呢，就是我录制了 B、C、D 3个大调的哆到 C 的音，这样就可以确保如果真的遇到这些音效，也可以发出正确的大调音效。第二点呢，就是 C 大调维持1 2 3 4 5 6 7来代表哆来咪发嗦拉西哆，那 B 大调呢，则是改成-6、-5、-4、-3、-2、-1、0来代表哆来咪发嗦拉西哆。那 D 大调呢，则是改成用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来代表哆来咪发嗦拉西哆。这是我的极限了。所以整个 B 到 D 的大调音域就会变成-6到0、1到7、8到14，这样子就不怕数字谱超出它的范围了。好咯，那么改好之后，来让我们看一下最后2只老虎呈现的音效吧。我们先听听原始版本的。我们再来听听修改之后的版本。这不是太棒了吗？这就是我想要的音乐的感觉啦，而且还不会破坏任何的事情，对吧？既然我没办法去扩增音乐的版面，我也不想去扩增音乐版面，毕竟这是给小朋友玩的。那虽然我知道说数字谱应该是一定程度上可以训练小孩子，不过就是两者取一个平衡的做法嘛。好了，老样子，这款游戏呢，我也正式上架到 Google Play 上面了。有兴趣的伙伴们可以透过这个 QR Code 来连接到这个 Google Play 的 Store 进行下载，或者是在说明栏里面我也会有提供可以下载的连结哦。那一样是在开头有个小广告，但是游戏本身是 all for free 全免费的，所以不影响各位操作。那非常感谢啦。好啦，以上就是本次 Kids Piano 以及 Kids Piano Funny 这2款 Android APK 它的创造发想以及开发的过程。如果说方便的话，各位也可以到 Google Play 去下载安装，让开头那个横幅广告出现一下，对我也会有一些帮助啦。如果说你喜欢本次的分享内容，还请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您的支持就是我持续创作原动力。非常感谢您的观看，我是钟意，始终的钟，飘逸的逸，那就让我们下一次再见。